1个星期后，我因当时按下的这一次快门获得了$6。这就是图库摄影，把手机、相机拍到的图片卖出去，拍一次终身受益。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拍的图片能不能过审，图片发在评论区，我会帮忙点评。祝你早日售出第一张照片。大家好，那大家刚刚看到的视频呢，就是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因为评论区有很多网友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图片，然后希望我说看看合不合适图库摄影嘛。我想说，要不做一篇长视频，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哪一些图片是适合图库摄影的，哪一些又是不适合，不适合的原因又是什么？借此就因为你看多了，那你即使说你作为新手刚入门，你也可以知道说你接下来你要拍什么样的作品比较容易在图库过审，然后售卖。积少成多嘛。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呢，它肯定就是有摄影基础的朋友拍的嘛。它这张肯定是适合去图库投稿的，而且这些景点类的图片非常容易被卖到，就它很适用于像文旅啊、文创、背景设计多个用途都可以的。而且它拍得非常好，整个画面也非常简洁，主体也非常明确，肯定是可以顺利通过审核并且获得稳定的销量的。这张其实有时候挺难说，要看图片那个审核人，他有时候会觉得这些照片是可以过的，有些时候你可能碰到他是另外一个审核的，他会判你不过。不过的原因呢，他可能会给出以下几个哦，就不一定的，这一张图是不一定的，我也没有把握。它不过的原因，它可能会被归类为说，像蜜蜂高速飞行时候，它那个翅膀，然后它会说有动态模糊，然后主体锐度不足，然后它可能也会说构图松散，因为留出了很多空白地方，即使说后面有天空，但是它可能也会觉得说颜色各方面，而且有边框嘛，这个如果你投稿的话，你肯定要把边框去掉的，要不然只要你有边框，那肯定是不过的。主要是这一类的题材，其实图库里面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拍这种呢，即使过审了，你也要做好准备，说可能许久才卖到一张，或者是说许久都没有卖到。如果整个画面能够更靠近一些，然后让画面有更多的信息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一张呢是一张冲浪剪影的图片，我们在假设它分辨率足够的情况下啊，我们可以判定它是适合图库摄影投稿的。逆光剪影它有一种氛围感，然后冲浪者他也是没有面部的，所以呢不需要说提供肖像授权。很多朋友他会提交那一些有含人物的照片，但是他没有获得肖像权授权证明，所以呢这些图片即使说你提交上去了，然后也是100%会被驳回的，除非说你像现在这张图片那样子，人物都是剪影的状态，识别不出是谁的情况下，这些就可以顺利投稿。而且它这张图层次也分明嘛，没有版权风险，然后冲浪、海洋这些运动是高需求的商业类题材，就有钱人比较有钱的那一些企业，他们会去购买这一些，可以比较经常会获得说像商业类用途这一类用途的话，收益各方面会比较高。像它旅游、运动、生活方式等等商业化场景都是可以用到的。那我们这只是通过它压缩过的图片去看，如果它原图放大之后，我们是可以看到人脸的具体信息的话，那这张图它也是要补充模特授权的，要不然也是会被打回。OK， 那我们看下一张。好的，我们看到这一张图片，非遗类的火狐表演，好像近一年来还挺多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画面，其实拍的挺漂亮的，不是吗？但我觉得可能有点可惜吧，可能会被驳回，因为你看后面的人群也是有露脸的，即使说表演者他可能戴了面具识别不出来，但是后面的人物啊，还有商标啊这些元素，只要包含这元素的话，你没有对应的证明，然后就授权证明的话，它是100%会被驳回的。就即使说你人物主体拍的很好，但你背景有这些商业元素的话，它就没办法过审。所以拍摄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这一些，像很多人去拍摄旅游景点，但是有一个人物入境了，然后你没有对方的肖像权授权的话，那没办法的。首先这一张呢，我们可以看到底部是含有那个手机的水印的，所以呢，投稿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水印给去除掉。
那即使我们抛开水印这个层面我们去看一下图片，这个距离的话，它可能是通过手机拍摄之后再去裁剪截出来的一个画面。那手机拍摄我们常常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去靠近主体拍摄，不要通过后期的裁剪去处理，因为手机像素你有可能你放大之后它就比较模糊，那如果模糊的话也是很容易被驳回的。即使说构图各方面可能拍摄主体也不错，但模糊就没办法，它肯定就会被驳回，所以一定要注意好这一点。如果这点也满足的话，然后加上水印那些也去除了，那这张图片其实是可以投稿的。好的，我们接下来看这一张，其实这一张是可以投稿的。这一张有一点可以提一下，就是很多人拍类似的照片的时候，它那个枝条它会有时候显得很凌乱，整个画面很杂，所以要尽量避免那一些构图。像这样子的构图会不错，它虽然也会说有交错，但是你整体画面看上去你是觉得挺舒服的，干净的，层次分明，然后构图舒展，然后湖水营造出来的也是比较治愈的那种自然氛围嘛。像如果这是洱海拍的话，那它也是比较高需求的文旅旅游题材，也是适合说旅游宣传自然背景生活方式这些都可以，商业用途还挺广的。但是图库这一类的图片其实还是蛮多的，所以能不能卖出去也是看缘分吧，有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就是一张白鹅有水的图片，这种图片是适合图库投稿的。首先你看它主体也是清晰的，然后光影也比较丰富，动物、自然，然后联想到治愈，是吧？这些也是图库比较高需求的题材。而且虽然说动物类题材的图片图库里面也有很多，但是它这样有点不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右下角好像还有一个是金鱼吗？反正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存在，所以尽量拍一些带有不太一样的东西入画的话，可能卖出的几率会更高一点，就个人建议。而且你拍人的话，你就需要协商授权嘛，但是你拍这些野生动物之类的就不用。所以呢，对可能找不到模特拍摄的朋友们来说，那拍摄动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是一张手机拍摄的夜景照片，然后是烟花。其实拍烟花是没问题的，但是手机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去拍夜景，因为手机它往往传感器比较小，如果你拍夜景的时候，很多会产生那些噪点，那一旦有噪点，你的图片就大几率是不过审的。那么这张是一张城市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车上面有那些标识、那些文字广告，然后后面还有店铺招牌的商标，还有行人的脸部，即使它是你看比较模糊的但是也不太行的，这大几率也是会驳回的。所以拍摄的时候，尤其拍就街景，一定要注意这些，尽量去避免，要不然后期的话，这些要处理起来还挺麻烦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以上的信息可以帮助到各位更加去了解说图库摄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图片，然后自己可以去拍些什么样的图片。那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如果可以的话投个币，这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下一期的话，我就打算带大家去实地拍一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我在拍摄的时候哪些图片是我立刻就觉得说这张一定会卖到的。那么下期再见吧。